如果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第一，坐在电视前面看央视94版《三国演义》电视剧；第二，把《三国志》甩给技术非常成熟的 AI， 让它完全遵照历史生成一套视频，让你看这个，你会选哪个呢？反正要是我肯定选择《三国演义》，因为我就是喜欢听张飞说俺也一样。不过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，就算 AI 生成视频技术在未来变得更加成熟了，按照《三国志》生成的视频也不会比《三国演义》更好看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之前的内容咱们已经聊过了，为什么我们要学一点医学史？这一讲咱们从三国开始，说说咱们的专栏会怎么讲医学的故事。都是讲三国，为什么大部分人就是觉得《三国演义》比《三国志》好看呢？我认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小说是要照顾读者的，不管历史事件多么曲折复杂，魏蜀吴分别怎么折腾，在小说里都会变成一条情节线展开。不管故事再多，只要有线索，自然就清晰通透。咱们这个专栏涉及的时间跨度、国家数量和故事都远超《三国志》，我又没法让刘关张3位来做一个一以贯之的线索。所以啊，为了帮助你更轻松的学习，我只能请来了另外3位，他们分别是哲学、科学和文化。在接下来的1年时间里，你会看到他们就像刘关张一样，偶尔会有误会，偶尔会起冲突，但是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会通力合作，在医学的领域里共同发挥巨大的作用。所以在正式进入医学的历史之前，我得先跟你好好聊聊这3个线索。关于他们仨是怎么影响医学的，咱们要从历史上医学的4个模式讲起。第一个是神灵主义医学模式，第二是自然哲学医学模式，第3是生物医学模式，第4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。先说神灵医学模式。神灵医学模式顾名思义跟神神鬼鬼脱不了关系，这不是咱们要聊的主要内容，而其余的3个模式就一一对应着哲学、科学和文化这3个线索。咱们先说第一个，哲学如何影响医学，并且形成了自然主义哲学医学模式。在第2讲的导论里，咱们聊过学科划分的事，说呀，把学科划分细致都是后来的事了。在西方的古典时代，学科还没有划分的那么细，而在那个时候，哲学可以说是兼收并蓄。严格的说呢，亚里士多德是个哲学家，但是现在很多学科都把他当成创始人，所以既然这样，各个学科都受哲学的影响，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事。而在众多和哲学紧紧相拥的学科里，医学是最热情的，可以说是主动的投怀送抱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呀，还要从古希腊的教育说起。你知道古希腊特别强调人文主义吗？就是把人放在世界的中心。这个观念反映在教育上，就是要对人进行全面培养。划重点啊，培养的是人，从身体到内心都要培养。所以古希腊人才那么重视体育，因为这对于把人培养成全才特别重要。古希腊教育的目的是让受过教育的人能从事任何工作，这才叫全面。但是啊，在这个理念之下，一个好玩又奇怪的现象出现了。因为是要培养人本身，所以呢，古希腊教育特别看不上的是什么呢？让人学会某种实用技能的教育。但是凡事有例外，医学呢，实用性啊实在是太强了，以至于古希腊人再看不上实用的东西，也不能不要医学。就这样呢，医学非常独特的以职业教育的姿态，成为了古希腊教育里边唯一一个注重实用性的专业。只不过呀，就算是混进了教育界，医生们还是觉着医学跟哲学这些学科哪都不一样。这样的现实让古希腊的医生非常闹心，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亲近哲学，学习哲学，这样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地位。他们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古罗马时代的名医盖伦甚至曾经表示，当时啊，每一位医生都是哲学家。既然医生这么玩命的想当哲学家，医学当然跟哲学密不可分。在哲学之光照耀下的医学形成的模式就叫自然主义哲学医学模式。这种模式受哲学影响，强调人是一个整体，各个系统和器官之间是相互联系、相互依存的。它更注重整体健康，而不是仅仅单独的治疗某一种疾病或者某一种症状。
总之，从历史传统上讲，西方医学对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暗送秋波，而是直接的投怀送抱。医学和哲学家简直就是一家人。咱们接着来看第二个线索，科学对医学的影响以及生物医学模式。在医学的历史上这个模式大概是受人最关注的，也是影响力最大的，大到了其实都不需要太多介绍的程度。简单的说呢，随着科学进步，解剖学、生理学、微生物学、病理学等等这些学科发展起来，人们开始用科学的眼光认识人体了。而且化学家帮忙研究新药，物理学家帮忙观察人体内的分子结构，比如 DNA 的分子结构。对了，还有数学家对统计学的研究，让医生能够有效地验证各种疗法是不是真的有效。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医学走上了科学之路。在这种理念下的医学就进入了生物医学模式。这个模式算是让医学走入了正轨，正式进入了科学时代。咱们平时把医学看成是一门科学的学科，而不是需要什么神佛保佑的东西，其实看到的就是具备科学属性的医学。总之，咱们平时所理解的医学是科学的一部分，大部分人心中的医学就是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医学。所以呢，我就不花太多时间重复解释你知道的东西了，咱们接着往下看。既然医学已经走进了科学范畴，而科学又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先进观念，那么还有什么可发展的吗？当然有，这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三个线索，文化对医学的影响以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。可以想象啊，当科学高歌猛进的时候，医生们有多开心，因为人体的秘密一个个被揭开了。古代人得了肺癌，医生别说治疗了，根本都不会诊断。但是到了20世纪，在显微镜下面直接就可以看见细胞的癌变，诊断肺癌并不难，而且做手术、放化疗都有，治疗手段很完备。反正医生的双眼总是直奔着病灶，治疗就完事儿了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是不是哪儿不对劲儿呢？古希腊的时候，医生们都把人放在中心，但是现在医生们怎么开始只关心病灶了？这是把人置于何地呢？是的，随着科学的发展，有很多负面问题暴露了出来。虽然医学人们的传统一直没丢，但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势头太猛了，对于人的生物属性研究的是越来越深入，越来越精细，这让很多医生在内心中把病人看成了机器。对待医学的理念从给人看病变成了把病治好，关注点从人变成了病，这可不行。所以呢，在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恩格尔教授提出，医学模式要进步啦，不能只关注人的生物属性啦，应该版本更新迭代，成为生物、心理、社会医学模式啦。也就是说，医生不仅仅要考虑对人体和疾病的生物学理解，还要考虑人的心理因素以及人所处的环境，这其中就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。除此以外呢，医疗保健体系当然也应该包含其中。这些因素林林总总，为了让你好记，我就通通的把它们划归成了一个词儿：文化。怎么理解文化对医学的影响呢？咱们举个真实的例子吧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罗大佑的一首歌《倾城之语》？这首歌是为了纪念艺人白冰冰的女儿白小燕。1997年，白小燕被绑架了。因为她的母亲是知名艺人，所以各路媒体一定坚持要深入参与，不停地跟进报道。结果呢，把绑匪惹恼了，最终导致了白小燕的死亡。后来呢，这个绑匪被捕并判了死刑。在临死前，绑匪良心发现，决定把自己的遗体捐出去，也算是为自己赎罪。可是当绑匪的遗体被运到医院以后，医院准备把他的器官移植给其他患者，但是医院的病人家属听说这些器官是来自这个臭名昭著的罪犯，居然表示什么呢？患者宁愿死也不换他的狼心狗肺。要知道啊，病人不计其数，器官是非常稀缺的资源，是救命的东西，能得到这样的机会，谁肯轻易放弃呢？如果单纯从医学的角度出发，从生物医学模式的角度下思考这个问题，无论如何，这些患者不应该放弃这次机会。但是医学从来都不只是自然科学这么简单，患者的临床决策在很多方面更是深深地受到了文化的影响。其实啊，在临床工作中，像这样因为各种文化原因放弃治疗的患者并不少见。所以说，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，我们也绝对不能忽视文化的影响。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，世界这么大，医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非常不均匀，所以哲学、科学和文化这3个元素对于医学的发展并不是严格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出现的，而是在每个时代里虽然各有侧重，但有相互交织，它们像3根细丝拧成一根绳，然后串起来了你接下来1年里会听到的每一个故事。好了，现在准备好，咱们从第1讲出发。